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欢迎来到小豪厨房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来做一个牛油蛋糕。先为模具刷上一层油和面粉反粘。蛋糕的做法和之前那部视频并无两样。第一步，先把黄油打到化开，然后分3次加入糖，用中高速搅打到黄油变白。整个搅打过程至少10分钟。分次加入鸡蛋，1次1粒。确保鸡蛋有充分吃进去黄油，才加第2颗鸡蛋。记得粘在盆边的蛋液也要刮下来。咦，我觉得不对劲，黄油霜不顺滑，看起来一颗一颗的，盆边还有油的感觉。先不管它，继续下一个步骤。滴精面粉和泡打粉分2次塞入。搅拌的动作一定要轻，千万不可以太用力。趁还有一点干粉的时候，加入牛奶，并搅拌均匀。这次的面糊比较湿，不够粘稠。一般搅拌好的面糊应该比较粘稠的。还是不管它，先接下去，再看结果如何。整理蛋糕的表面，送入烤箱，180度烤50到60分钟。结果蛋糕卡油了。我上网找了资料，认为应该是油水分离造成的，也就是黄油和鸡蛋没有充分搅打均匀，导致黄油和鸡蛋分离的现象。网络上找到的解决方法是，鸡蛋要分8到10次加入搅拌，而且在搅拌的过程中还要确保黄油没有融化。马来西亚的天气这么热，难怪黄油会越搅越水。我再做一次。看到这一边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们，一定要订阅哦！你们的订阅是对小豪最大的支持。为了更充分的搅打黄油和鸡蛋，我换了一个小一点的、深一点的搅拌盆。黄油一样先打到化开，分3次加入糖，搅打到黄油变白。整个搅打过程至少10分钟。打发好的黄油质地蓬松，很像不顺滑的奶油。很重要，每做完一个步骤都要把旁边的牛油霜刮下来。蛋液分8到10次加入搅拌，每次都要确保蛋液有被吃进去才加下一次。这次我没有看到油水分离，但是盆边的黄油融化了。用做冰的方式继续搅打，融化的黄油会重新凝固成 cream 的质地，非常顺滑。这时候可以预热烤箱180度，然后分2次塞入滴精面粉和泡打粉。
搅拌的动作要轻，像这样用切拌的方式搅拌。趁还有一点干粉的时候加入牛奶，搅拌均匀就轻而易举了。拌好的面糊既粘稠又顺滑，像这样。另外，得到高人的指点，我也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模具，据说可以减少卡油的发生。烤箱180度烤50到60分钟。来看一下结果如何。严格按照这些步骤操作，蛋糕就不卡油了。鸡蛋有70%是水分，本来就很难跟油脂混合。牛油蛋糕的油脂和鸡蛋的比重是一样的，混合就更加困难。你看我用蛋抽搅到半死，它也没有要完全混合的意思。另外，如果天气太热，你还要留意油脂融化的问题。这是我用小模具再烤一次的蛋糕，结果还是卡油了。蛋糕在烤制的时候，如果长得太高，内部的热气会上不去，导致油脂沉淀卡油。所以你应该用大一点的模具，面糊不要倒得太满，5、6分满就可以了。这次我分别用低筋面粉和普通面粉做蛋糕。为了让面糊起筋，我直接用搅拌器死命的搅打面糊，看看面糊起筋会不会让蛋糕失败。我们开始吧。已经拌出非常顺滑的面糊，把面糊平均的分成2份，一份塞入低筋面粉，另一份塞入普通面粉，然后用搅拌器随便乱搅5分钟。可以感觉到低筋面粉的面糊很水，我觉得应该是搅拌太用力导致面糊消泡了。反而普通面粉的面糊粘稠度正常。低筋面粉的面糊做一个记号，看看烘烤后蛋糕长什么样。